美军在乌克兰做出不寻常的动作，为何会被解读为宣战信号？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美俄真的会在乌克兰开战吗？近段时间，乌克兰局势加剧，俄罗斯在边境屯兵10万，同时北约大批武器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似乎火药桶将被点燃，而美国在背后自然是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角色。此前，美俄双方倒也是心照不宣，没有踩对方底线，但不曾想美军却要在乌克兰亲自下场，一系列举动也十分可疑。近日，据消息称，随着乌克兰战云密布，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增兵以外，美军最近也派出空中作战机观察乌克兰边境的一切动向，并且自由记者沃洛布尤夫还拍摄到 E-8C 联合星作战指挥机在乌克兰领空飞行的照片，这也证实了这点。此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暂停原定前往中东的行程，目前正于地中海停留。这被视为美国为了保护乌克兰不被俄罗斯侵犯的信号。毫无疑问，美军的这一套动作是在针对俄罗斯，而这一幕也让人想起20年前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正式宣战前，美军同样是派出 E-8C 进入伊拉克附近，并且从迪格加西亚基地调集航母前往中东。等部署一到位，美军随即点燃战火。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也直言，若美军导弹从乌克兰境内发射，只需要5分钟就能打到莫斯科，这是忍无可忍的情况。如今美军再次压境，但俄罗斯可绝不是什么软柿子。那么美俄究竟会不会在乌克兰开战呢？近些年，乌克兰为了加入北约，十分喜欢做美国的棋子，所以乌克兰为了讨好美国，达到自己加入北约的梦想，甘愿被美国利用，不断对俄罗斯发起挑衅，从而使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也是极大的加剧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且相互都在边境屯了重兵，一旦哪一国先动手，那么都将引发一场局部的战争，也将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两国也都在积极地做好备战的准备。此前，据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发出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第313号命令正式生效，并批准了女性应当进行兵役登记和进入现役的工作领域和从事的职业名单，其中包含35个行业，每个行业实际上又有数十个业务活动的单项专业，涉及数十万乌克兰女性，这就呈现出数十万乌克兰女性排队征兵的盛大景象。这也可以看出乌克兰为积极抗俄做着准备，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竟然都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然而全是由于美国的挑拨，这也使得乌克兰成为了美国的棋子，对美国是言听计从，而且也在美国的教唆下极力的反俄，成为美国在欧洲反俄的工具，并且受到美国的影响越来越深，在很多方面甚至都已经失去了自主权，并且也是处处受到美国的辖制。因此，美国挑起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矛盾，就是美国布下的一盘大棋。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美国手里的棋子，而美国此前和俄罗斯开视频会议，就是为美国在乌克兰部署争取时间，而俄罗斯也掉进了美国设置的陷阱里。因此，美国想要通过激化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借此达到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和能源制裁，制约俄罗斯的发展，从而使得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那么，美国为了介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做了怎样的计划？据悉，美国此次派往乌克兰 E-8C 联合星作战指挥机的全名为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所以又叫联合星，是一种战斗管理、指挥和控制、情报、监视和侦察平台。它的雷达可覆盖近5万平方公里区域，并能探测超过250公里的目标，并将这些情报及时地传送给作战指挥中心。此外，报道还称 E-8C 联合星作战指挥机是以波音707-300型客机的机身，内部大量改装，配备执行作战任务所需的雷达、通信系统、操作和控制子系统等设备。其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机身下方8公尺长的长条形天线罩，内为7.3公尺长的侧式相控阵雷达。因此，与较常见的空中预警机的空域搜索与管制相比，E-8C 联合星作战指挥机更专注于地面物体的辨认。
1-8C 联合性作战指挥机的首次实战是在1991年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它能及时发现伊拉克机动弹道飞弹车，包括飞毛腿飞弹、飞云飞弹的位置，从而可以立即通知 F-15E 前来轰炸。这强大的轰炸能力就使得伊拉克完全丧失反击与报复的能力，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此次美国派遣 1-8C 到乌克兰，针对意图很明显，就想通过 1-8C 联合性作战指挥机的强大性能与俄罗斯以巨大威慑力，从而能给乌克兰增强信心。除了 1-8C 联合性作战指挥机外，美国在海上还准备了航母舰队，以此来应对海上作战的需要。据悉，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离开维吉尼亚州弗诺克海军基地和佛罗里达州麦港后，本来计划进入地中海海域群，但是并没有依计划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而是停留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爱奥尼亚海中。据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言人史比克斯上校确认，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在第6舰队辖区范围行动，但是拒绝对未来行动发表评论。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此次行程变更获得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许可，而其目的是向乌克兰证明美国对该区域的安全承诺，但是却拒绝透露是否与俄罗斯大军于乌克兰边境集结仪式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除了杜鲁门号之外，还包括神盾巡洋舰圣哈辛托号、神盾驱逐舰科尔号、班布里奇号、格瑞夫里号和杜汉姆号，以及挪威皇家海军南森号巡防舰，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配置了。而此时，美国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紧张的时候出现在这里，很难不使人引发猜想。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之所以改变路线，这是为了发动欧战做准备，这一举动也是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此前，俄罗斯也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在乌克兰边境，可以说是蓄势待发。加上美国此时的举动，这无疑会加剧局势的紧张，也会使得欧洲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甚至一不小心就要引发一场局部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美国已经有了多次插手其他国家的事情，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的主权之上，这将会对世界局势和和平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也会加剧世界局势的紧张。这对于欧洲也将带来极大不利影响。虽然乌克兰很明白自己的境地，但是乌克兰还是乐此不疲，仍然在与俄罗斯对抗，这就会把自己的国家带到危险的境地，也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所以很显然，乌克兰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付俄罗斯的棋子，只是成为大国博弈的炮灰罢了。